叔干嘛去啊？我跟戴伟约好了，顺在酒吧喝一口。带我一个吧。哪儿都有你啊！哎呀，带我一个。行行，带你去，等会儿有话问你。行，那把包放下，等会儿啊。快点啊！快点啊，三叔，你快点儿。少啊，三叔问你点事儿。啊，是今儿一大早，你跟戴伟出去，忙活什么去了？你问这干嘛呀？不干嘛，随便问。不是你跟戴伟什么关系啊？哥们儿啊。哥们儿。啊，这么简单？那不然呢？三叔，你琢磨什么呢？小啊，你得跟你三叔说实话啊。这戴伟不会是你男朋友吧？你不是三叔，我找他当男朋友，不是，就冲你有这想法，你都不配当我三叔，真的。我什么人呀？我行了行了行了，三叔想复杂了还不行吗？你就当你三叔脑袋让驴踢了一脚，对胡说八道。哎，我以后警告你啊，不许再有这种奇了怪的、歪了邪的想法，别怪我生气。太好了，什么就太好了？没事没事，喝酒。这大卫请客，喝死他。得。哎，怎么了？又出什么事儿了？我听你的，我到小小房间里检查过了，我看了他一个日记本，还有他电脑，什么都没发现。现在小小手机在我手里，进不去呀。哎呦喂，庄世存，你够可以的呀！间谍都当成功了，小小的手机你都偷到手了。这别说那些用不着的。我问你，小小手机密码多少？我说你是不是缺心眼儿啊？你还缺心眼呢？你骂我干嘛？哎，我怎么能知道小小手机的密码呢？你也不动动脑子想想。哦，我这动了半天脑子了，这进不去啊。你都说了什么呀？小小的生日，还有我的生日都不对。那我生日呢？那也不对。那能是什么呢？哎，你叔叔，790-118，哦，或者是760-517。也不对，这两组什么数字？这就是周杰伦和王力宏的生日，他们俩呀都是小小的偶像。切，你还跟我说你了解小小呢？我都知道，他早就不喜欢唱通俗的了，现在好像开始喜欢唱民谣的了。哦，那能是什么呢？哎呦，真想不出来了。好好想。没有经过即拥有的明亮。嘿，行啊，大卫，这就完整了，谢谢你啊。
小少，咱是哥们儿啊，不用这么客气。来，三叔，碰一个。来来来。何来暴风来临，船离岸，那些年消失在梦里，穿过的山，越过的河。哎，要不然你输712122。这是什么数字？712122，真够二的。哎，怎么进去了？这进来了。真是这数啊！哎呦，这孩子，这是什么傻数啊？那么多二。你呀，你就是一大傻帽。我没找你没让你骂我干嘛？你就是大傻帽，你连这个数都不知道啊！我告诉你啊，712是我的生日，122是你的生日。小小啊，把咱俩的生日弄在一起了。没有经过即拥有的明暗，何来真的？也知道。坐会儿，坐会儿。哟，你这最近生意不错呀。最近来的这些啊，都是生面孔，据说都是冲着向东来的，还说是向东的粉丝。可这向东也没参加过什么选秀节目，哪来的什么粉丝啊？那人向东啊，长得帅，有才华，还会唱歌的，当然得有粉丝了。还真是啊，我觉得向东的歌越唱越好听了，我现在都快成他的粉丝了。我怎么没听说好的呀？好在哪儿啊？那是因为三叔您对这美的认知啊，它就有缺陷，听不出好的。记得我是不是？还记得我把你喝酒的事告诉你爸了啊？没劲了吧？算你错了。哎呀，错了。三哥太坏了。思念的人，多年后在风中消散的舟。几天没见你了，又习惯性的失踪。Where have you been？ 想你，真的想你了，想得我心痛。我很思念你，我喜欢你，我爱你。你是我最亲爱的人，希望你能把握现在，永不放弃。最爱你的人是我。没关系，越多人喜欢你，我就越确定你是值得喜欢的那个。舞台上的你好像真的有点帅，可是一晚上你居然一眼都没有看我。居然在你面前喝趴下了，真丢人。不过，谢谢你的蜂蜜水。可能你不是那天最威武的英雄，但却成了我心中唯一的英雄。
觉得他唱的真的太厉害了，现在，是吧？走，我这儿歇了啊，早点睡啊。拜拜。拜拜。哎，记着我说的话啊，回屋歇着去吧。可你的话我就听不懂啊。有什么不懂的？有事没事别拉着小小喝酒，明白吗？这是为你好。小魏，在这么晚还没睡啊？我等你1天了，来进屋，我跟你有话说。来，进来吧，进来吧。哎，大爷大妈啊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是，大老远的。你闭嘴，大卫啊，你坐下。爸，你先听我说一句啊。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。大卫啊，你还记得你搬进这个院子之前，我给你提的那些条件吗？嗯，我记得。那咱俩可说好了，如果你违反了我的规矩，你该怎么做呀？如果我违反了您的规矩啊，就按您说的，我应该装铺盖卷走人。哎，这就好了。我希望你在1个礼拜之内卷铺盖卷搬出这个院子。啊，你租房子的钱和装修的钱，我都如数退给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把我立的规矩全破了。我没有破坏您的规矩。你看，你还不承认。昨天下午1点半，是吧？你带来了一帮人，进门啊就喧哗，是吧？当时我跟你大妈正在午睡，一下就吵醒了，影响了我们休息。这算不算你坏了我的规矩？大爷，我原来我约他们3点来，因为我怕影响您的休息啊。我没想到他们还提前到了啊。如果因为这个事儿，我道歉。更严重的事情还在后头呢。哎，你还在院子里边点上火了，这烟熏火燎的，我还以为出了火灾了。哎，这算不算坏了我的规矩？爸，后院是人家单位租的，人家在自己家里头招待客人、烧烤，这是人家的自由，这碍您什么事儿啊？再说也没着火，这就是一误会。啊，你给我闭嘴！我想说的是啊，来人就来人吧，可你来的都是什么人呢？进门就摘了我的花，最可气的是，哎，还唱上了。实在对不起，大爷，非常对不起。大爷大妈，我们做的实在是不对，可您看是在我们厨房上。那倒是。大卫这回，就是触犯。就是，怎么也得给人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吧。哎，没错，你不能因为这件事儿就把我轰走呀。这点事儿，初犯。最可气的是，你们闹到了大半夜出来了，又是大声的喧哗。这是第2次坏了规矩吧？而且还砸了我的花盆，那响动大的。当时你大妈差点没犯了心脏病。你说，你再那么弄下去，我们还活命吗？是吧？我不轰你轰谁呀？大爷，爸，这我必须说句公道话。出来的时候，戴伟千叮万嘱的，就不让他们嚷嚷，就怕吵着您，影响二老休息。是我喝多了，嗓门大了点儿，您还听不出我的声来呀？还真不是他们。还有您那花儿，那院里太黑了，就单位那胳膊没看见，一不留神全碰着了。后来人家还要赔我钱，我说就不让赔了。
对，我3个说的都是实话了。就我发现他这个人一喝多了就发各种250啊，以后我都不敢跟他喝酒了。爸，我反省，因为喝酒我耽误了多少事儿。我说老三呐，你的脑袋是不是方的呀？是不是进水了？这通帮他说话，他干的好事儿，你也不是不知道。哎，早晨咱不是说好了的吗？哎，怎么这会儿你成了他那头的了？我干的什么好事啊？三哥，你们早上说好什么了？甭打听了，爸，这事儿不提了啊。因为这点小事儿，把人撵走，这真不合适。咱是光因为这点事儿。大爷，那您告诉我还有什么事儿呢？好，你既然逼我，我就让你死在明处。看你人五人六的，啊，其实啊，你的思想很肮脏。哎，您说的这个人是我吗？说的就是你。你这是在诽谤我了啊！我的思想很干净啊，一点都不肮脏。大爷，你今天必须跟我解释清楚啊！这可是关我的人格。好，我说就说。哎，爸，那个先别说了。老大，哎，你来的正好，他的事儿啊，我说不出口，你说。好，我说啊，我做了什么坏事儿？大哥也知道啊。那好，你现在就给我解释清楚了。这，你说。哎，待会儿别激动，先坐下。你坐，先别激动，我先问你啊，你确实是这个违反家规了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啊，你确实是迫害公务了吧？花儿是你掐的吧？那花盆是你栽的吧？啊，还有你跟你那些朋友把我们这院弄得乌烟瘴气的呀！啊，这那大半夜吵的，我妈心脏病差点没犯了，这都是你做的吧？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啊，那你还有什么可以理直气壮的呢？是吧？哎，爸妈，我就做主了，这回咱就算了。但是戴维，如果你下次再犯，那可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你得赶紧搬家，好不好？好，大卫没事，你可以回屋歇着去。行了，赶紧回屋歇着去。不，怎么回我休息去呢？你们都还没有跟我解释清楚了，你还没有跟我解释清楚了。说清楚啊！别是踏踏实实住就行了。可是这，我跟你说，就是我爸刚才说的那些，不算数了，是吗，爸？哎，合着我说了半天，就都不作数了。大爷说的话太可怕了啊！没看出来啊，老头今晚上喝高了，他这人就这样，一喝高了，心里有什么不满意，张嘴就来。别见怪，别怪他，就当是胡说八道了。是吗，大哥？三儿，有这么说老家的吗？但张嘴就来，胡说八道，是一晚辈说的，没规矩。话说你有规矩，吃拧了吧？这都，赶紧睡觉，回去睡觉。这老三是说变就变，那怎么老大也变了？这就不轰大卫了？哼，就属老大呀，看不上大卫，一个劲儿撺掇我啊，要把大卫驱逐了，这就聊上了。这唱的是哪出呢？这是，
哥，戴维和小小，你们怎么想的啊？什么叫我们怎么想的？是你大哥，听风就是雨。我当时就说，这事儿许不是真的，真让我说着了。哎妈，你是没看见他们俩那腻乎劲儿？哎呦，同出同进，搂搂抱抱的，我能不往哪方面想啊？搂搂抱抱就是腻乎呀？那在外国人那儿就是一种礼仪，社交礼仪，跟咱们这儿握手一样的，知道吗，哥？就是，什么事儿都一惊一乍的。那戴维带的那黑妞一上来抱着我，又亲又啃的。那你总不能说我们俩有什么事儿吧？你还好意思说你的事儿？感情那天夜里咋咋呼呼，是他，你还不如人家外国人懂规矩。我喝多了。得了，不说了，以后谁都别再提了啊，尤其不能让小小知道。哎妈，你说的太对了，这想起来后怕。这事儿得亏没弄大了，真弄大了，要小小知道这姑奶奶非给我翻车不可。你就继续这样吧，啊！你再不改，我觉得小小跟你翻车是迟早的事儿。老大，你刚才说小小有男朋友了，这回你不会又是胡思乱想吧？那可备不住，他的话呀，我现在都不敢听了。哎，爸妈，这回八成是真的。这么大的事儿，瞒着我，把我当不当他爹了？我今天一定问清楚他。别问啦，现在90后的孩子都有个性，对吧？再者说，小小多大了，哥？有个男朋友不正常吗？你再问东问西的，那等于说干涉人自由，再给问逆反了。你俩本来就紧张的父女关系，回头雪上加霜，明白吗？不是我姑娘交男朋友这么大的事儿，我当爹都不能问。哎，还有劲儿，我们父女关系怎么糟糕了？别瞎说。哥，你这担心啊，还真不是多余的。这现在的小姑娘啊，尤其是啊，包括小小，就他们的眼光啊，都喜欢什么明星啊、帅哥啊、小鲜肉舞的，其实一点都不实惠。可不是，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？得，就当我没说。哎，大爷，这是我配您的花，一大早我就去官园花市买来的，你看，还行吧？这花我让你赔了吗？啊，多余，放那儿吧。大爷，没地方放。大爷，您讨厌我，想轰我走，我都能理解。可是您说我思想很脏，我实在不理解。所以我今天想跟您好好沟通沟通，看看到底发生什么误会了，我怎么得罪您了？哎，大爷。哎，大哥，你等会儿。什么事儿，大文？我大爷讨厌我，想赶我走，我都能理解。可是他说我思想很脏啊，我实在没法理解。所以肯定发生什么误会，我才把大爷得罪了。这事儿啊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得上班去了，回头再聊。
贝贝，张静，你还没上班了啊？那什么，你这会儿有空吗？哎呀，有空啊，今天没事儿。那成，咱找个地儿坐会儿。好，走。哎，大爷已经不喜欢我了，而且以后也很难喜欢我了。哎，这事情太糟糕了，我真的太遗憾了。你不必这么灰心，也没必要这么丧气。我给你支一招啊，如果你按照我说的去做，你很快就能扭转局面。嘿嘿，那你快说说我该怎么做啊？你知道啊，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面，长幼有序，长者为尊，这是不可以改变的道德伦理。你要时时刻刻维护长者的面子，即使长辈错了，你也不能反驳，你得先顺从再引导，你给他面子，他才能给你面子。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呢，你才算真正开始接近了中国文化。等一下，你是说大爷明明不对，我也不能跟他讨论，我要绝对顺从他？你心里知道对错怎么回事不就行了吗？你有必要跟一个老人掰扯吗？对不对？你让老人家心里舒心，生活的快乐，你不觉得这也是我们年轻人应该应分应尽的职责吗？对吧？那你说的也很对。其实我们的宗教也有这样的教义，虽然有点不一样，但是，我明白了。行，一点就透，明白就好。明白啊，就要努力的把它付诸于实践，努力的做好了。哎，只有我把话搁这儿啊，如果有一天你让我爸开始喜欢你了，你就是再怎么去打破他的规矩，他也不会撵你走的。张静，你利用你的宝贵的时间，就为了告诉我这些啊？你想啊，本来我爸也有错哈。你看我爸和我哥那么对你，把你晾在那院子中间，我这一看你站在那儿跟个受了委屈的大孩子似的，我就琢磨着，我怎么着也得点拨点拨你，对吧？张静，你真的太好了！你不光美丽，还那么善良，那么有同情心。打住啊！让你冲我爸使劲呢，你冲我来什么劲呢？真是的，这宫尾话好吗？一张嘴跟自来水似的，哗哗的。不，这不是恭维你的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你真的太好了，真的。特别感动。行了，不用感动了，我得上班去了啊，回见，加油。行，走吧。拜拜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我下班就跑你这儿来了，我骗你玩来了。我哪有那闲工夫啊？你看看你这人，一说话就腔茬的，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呀？我就这样，爱听不听。不搭理你。行了，快说吧，向东那人你到底认识不认识？到底怎么回事？认识。向东啊，是顺子酒吧一歌手，在那唱1、2年了。嘿，小伙儿歌唱得特别好，人长得也帅，跟咱家小小还真是挺般配的。你不会告诉我他是北漂吧？哟，是不是北漂我还真不知道。不过顺子对他特好，挺关照他。庄志存，
一个北漂的酒吧歌手，你告诉我跟小小特般配，我说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哎，你说什么呢？哎，咱先不说啊，我不知道向东是哪儿的人，咱就说他是外地人。外地人怎么了？凤儿也是外地人，跟三儿两口子过得不是挺好的吗？嗯。哎，陈慧欣，我发现你嫁了有钱人以后，你变了，变得狭隘势利。连起码的包容心都没有，一身的铜臭味，丢人。行了吧你，每次来我这儿，你不挤得我，你会死啊！哼，别跟我说那些大道理。现在是咱们女儿的终身大事，我就想知道她喜欢那人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班跑来，不是告诉你这个来了吗？啊，2件啊。第一，你判断准确，咱家小小跟那戴卫没有任何关系。切！哎，第二就是向东的事儿，目前了解我就了解这么多，看他们发展呗。你再去了解了解。行，哪天啊，跟他，我马上就能判断出这向东到底是不是个好鸟。哎呦，说你怕你就喘呐！你看看老毛病又犯了。没办法，侦察兵出身。哼。哥们儿，也难怪你外国人啊不懂我们中国的老理儿。三哥，你们中国的礼数太多了，太复杂，太讲究。你让我一个外国人把这些都搞明白，真是难为我了，知道吗？所以你就干脆直接告诉我，难道我缺了什么礼数吗？得了，看在你老请我喝好酒的份儿上啊，我就指点指点你啊。这北京人啊，讲究仁义礼智信，这礼呀，也就是面子啊。你说你这种刚搬进来的租户，应该先请本家到你这儿来坐坐，聊聊天，吃个饭，喝点酒，彼此了解一下，沟通沟通感情啊，这就是理儿。再有，你得向本家表示一下啊，给您添麻烦啦，叨扰啦，您多包涵，多担待，这不就有理有面了吗？嗯，有道理，这应该有。可你呢，搬进来之后跟谁都不打招呼，找一帮人，黑的白的，男的女的啊，蹦蹦跳跳，在我们家院里吃烧烤，弄得烟熏火燎的。我妈我爸这么大岁数都好清静，你这么一折腾，谁受得了啊？来哦，忽略了，打扰二位老人。哎，但不对啊，三哥，您那时候为什么没有提醒我呢？你老号称中国通，我哪知道你这都不懂啊？这么着吧，周末我摆席，请咱们全家人都一起吃大餐。你看，这请客也是有讲究的啊，3天叫请，2天叫叫，1天那叫提溜。像请我爸这种德高望重的人，你得下帖子。什么叫下帖子？请柬，请帖。我明白了。明白了吧？明白就喝一口吧。哎，来。我哥，你别抱着你那书看了就。不看书不行啊，不学习连生意都做不好。你还生意呢？咱这1000多张小广告全发出来了，也没什么人呀。现在比昨天好多了呀。就这点起子啊？不是我说你，小广告你是发了，可发的忒不上道了。你应该看看市场经济学，其中一条很重要。广告传播、市场定位啊，要准确。您倒好，路过的清洁工、送水工，给谁发谁，招他纸不说，关键是没用啊。还有，你拉客时候说那话跟卖西瓜的似的，一点语言魅力都没有。大哥，你买这书合着你还真看了？废话，不贵的书我能不看吗？你问凤儿，昨晚上我看到几点才睡的？
嫂子，我哥前天还跟我说呢，说他这馆子玩了命也得给你撑起来。你瞅瞅，看这么厚的书，我不使劲也不行啊！现在。别把你们2个人给累着。哎呦，嫂子，您放心吧，这以前干什么买卖不累啊？现在挺好，最起码这1日3餐有保证了。瞅你那点追求。凤儿，哟，妈，这么晚您还没睡呢？给你留了碗馄饨，在厨房呢，赶紧吃了去。唉，瞧这饭馆开的，都把你累瘦了。妈，我最近实在没有时间管文居，您受累啊。这孩子挺省心的，上到3年级都不用大人接送上下学了。那天晚上吃了晚饭，自个儿一个人回屋做作业去了。妈，那天我跟您说的，想让爸在全门馆子里帮我们指点菜，您跟他说了吗？说是说了，可老爷子说话是真气人。他说你们那饭馆也就是卖个包子面条的地方，不用他看，气得我都懒得理他。你们那馆子现在不冷不热，半死不活的，我真替你们着急。妈，您别担心，斌子租房子的钱还够我们扛一阵子的。这扛到哪天算个头啊？叫你做回早点，你可好，跑外边端现成的去了。哎，我不是说过吗？油条1个礼拜顶多吃1回，再吃我一肚子地沟油。啊，就是，爸，你说这我豆浆机、黄豆都给买好了，你也不是给大家打豆浆喝，别买在外面。我哪有那功夫啊？我昨天写稿子写到2半夜，早上起来不到7点就起来了，吃完我就上班去，没工夫做。嘿，这倒好，份儿一开馆子，我成苦力了。行了，大哥，这1礼拜你拢共只做2顿早餐，还都买油条，就别发牢骚了。就是，凤儿给咱们全家人做早餐，一做就做了10年，你这刚做2顿就不乐意了？现在知道人家凤儿不容易了吧？不容易。我还说呢，本来指啊，这开了饭馆能多挣点钱。嘿，这下好了，我投进那点钱啊，估计都没了。爸，就你还说人3叔3婶财迷呢，我看你就大财迷。我财迷还不是为了你，吃你的。志存，郭老，你也来了。哎，你怎么样？哎呀，这刚才聊了几个，都不太理想。我这不是接着学问呢吗？哎，老张跟老梁呢？老张，我看刚才跟那个什么红梅婚介所那儿待着呢。哦，哎，老梁会聊。我看刚才跟一女的聊得特热乎，现在没准去哪儿闷墩蜜去了。嘿，都约上了哎。哎呦，我接个电话。哎，等，那你忙着，我也忙着。祝你成功啊！哎，小小，爸，你在哪儿呢？
今天不是星期6吗？哎，爸，您不会又谈心去了吧？啊，我出来溜达溜达散散心。哎呦喂，你可真行！我就别在家鼓乱了，我这还是干点自己事儿吧。啊，哎，行，您接着玩吧。哎，那这丫头。是岔开的风，带着那么独有的书卷气，飘飘洒洒着流水，把交错的胡同挥洒的没了俗气。是岔开的夜，有着那么热情的烟火气，红红火火的吆喝，京城的轻轨掀起上了地气。是岔海的冬，总有那么欢喜的剧情，兴高采烈的北风，让什刹海的冰面充满了孩子气。天地越来越觉得你简直就是传奇。是岔海，是岔海，我庆幸生长在这里，一人一出戏，努力做好自己，才不会辜负你。